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洪学智的命运也再一次被改变。真是好事啊！哎呦，你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走，我们上街去好好庆贺庆贺。洪局长，上级还没有通知咱们上街游行庆祝啊！粉碎四人帮，对我们党、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决定性的胜利啊！这么大的喜事，我们不好好庆祝庆祝，那怎么行啊？咱们局人太少，形不成声势。这还不好办，去弄几套锣鼓，敲起来，再买些鞭炮，边走边放。不就把人吸引来了吗？声势不就大了吗？这个主意好，马上办！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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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呀，中央组织部通知了，请洪学智同志马上回北京，有重要工作。好事啊！尚和，尚和，怎么了，嫂嫂？好事啊！是这样。中央已经为洪学智同志安排了新的工作，飞机正在机场等候呢。赶明呐！说下就下，来带上。这个快搬进去，搬进去。老师，来。洪学智1960年4月下放吉林时，年仅47岁；1977年8月重回北京工作时，已经64岁。在这17年里，洪学智在政治风雨中经历了多少磨难和考验？洪老，您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党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您被选为军委委员。这次把您从东北接回北京，就是参加军委会议的。从现在起，您又回到部队了。明天开会要合影，其他领导同志都穿军装，您也要穿呢。我没有军装啊，这样，要不然照相的时候我就站在后排，算是军民结合吧。那怎么行啊？还是找一套军装穿着，我给您安排。好。老首长，老首长，哎呀，老首长，老首长，牛大伟，老首长，牛大，老首长，老部下都来看你来了，20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精神。来，你见见老首长，见见老首长。你们好，老首长好啊，你好，老首长啊，你还是那么精神呐？哪里呀，老了，65了。你比我小啊？我63，对比你大2岁。老首长啊。这个乱七八糟的文化大革命啊，整整耽误了我们10几年的好岁月呀！要不耽误这10年的岁月，咱们会为国家、为人民做多少事情啊？是啊。哎，快坐坐，来吧，来，坐。首长，你看看谁来了？
大首长，我受中央军委委托，发给老红军、老八路、洪学智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世事轮回呀，想当年在延安窑洞，我奉上级的命令，摘去了你的五角星和红领章。40年后，我又受军委委托，给你发新军装。给你啊，带五角星，带红领章。哎，把这个还给你。当年在延安窑洞，是毛主席传真引线，让我封上红五星和领章。这么多年了，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英灵驾鹤西行。你我也是白发染鬓，领袖不在，谁能传真引线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年啊，我留下的汉室，如今就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啊，泯恩仇啊。曾记否？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相濡故。现如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来，报告，洪学智来了，说要见您。快请。是。快请。叶帅，老洪啊，好些年没见面，你可老多了。
老多了。这些年你在东北可没少受委屈啊。叶帅啊，我个人的委屈算不了什么。来，坐。好。谢谢。老洪啊，这些年你在东北过得还好吗？叶帅，我活过来了，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啊。不过这场浩劫也识别人，也考验人，最后能够问心无愧地挺过来，就是胜利啊。老洪啊，这次把你从东北调回北京，我想让你再回总后工作。你对后勤工作做了那么些年，很有经验。后勤这摊子很大，60多万人呢，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干扰，受破坏很严重。这次你回后勤工作，好好的整顿一下，把组织搞健全一些，把这个工作关系理顺它啊。当洪学智准备到总后勤部就任之际，中央军委又根据战备的需要，于1977年9月任命他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国军工产品的研制和生产。哎呀，老伴儿啊，你怎么跑到办公室来了？你还记得你有个老伴儿啊？哎，咋能不记得呢？我就是工作太忙了，好些日子没有回家看你和孩子们了。啊，我看呐，你是真把办公室当家了。老伴儿啊，你先坐一会儿，我把手上的一点事情给办完。啊，行，请坐。那你就赶紧忙吧。老头子，我看你当年战争那股子劲儿又上来了，又不顾身体。哎呀，说起来我还真是把这办公室当成家了。对不起老伴儿，这国防工业我是第一次管事情太多了，又不熟悉。要想从外行变成内行，我就得加把劲儿那你也得爱惜身体呀。是你看我这身体好得很呢。我在金豹屯扛麻包、挑粪、种菜、养猪，你把我这身体给练的结实着呢。我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啊？来，什么事啊？当年你那么多的问题，组织上都给你平反了吗？既然中央委我以重任，那不就是给我洪学智平反了吗？
那应该有一个正式文件吧？当年你戴了那几顶帽子，走资派呀，三反分子啊，现在调回中央工作，总得有个正式的说法吧？哎呀，老伴儿啊，你就放心吧，咱们要相信党中央。这件事儿啊，是迟早的事儿。张文同志啊，张文同志，张文同志，什么情况啊？又不是党组织开会，怎么不叫老伴儿，叫同志了？张文同志啊，哎，你请坐。我现在宣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了为洪学智同志彻底平反的文件，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消除影响。来，平反了是好事情嘛，你哭什么嘛？我给孩子们打电话，回来一起庆祝。哎，对，把孩子们都叫回来，我亲自下厨，我给他们做几个好菜，让孩子们好好吃一顿。啊，还有，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你说，我都答应。哎，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受到审查，那天我回家以后，你给我唱了一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对，就是这首歌。哎，我跟你说，这首歌可是我们家乡的红歌啊，也是咱们俩的定情歌，所以说你得给我唱一首啊。唱得不好听了。哎，我这洪老汉就爱听这老太婆唱的歌。哎，你刚才可是说什么条件都答应我，你不能出尔反尔啊！啊？行，我给你唱。那咱们就来一个郑重其事的啊！哎，好好正下。哎，把这个放下，请上舞台。哎。下面请听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演唱者红军战士张文，鼓掌。
备好啊！当当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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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8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数呀数起来。1959年，我离开这里。1980年，又回到这里。转眼间2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好，来，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就做这篇作文。我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老师，这个题目的作文已经做过3遍了，今天再做一遍。又可以做一遍呢。好了好了，别吵了，安静点，安静点，别吵了。葛老师，今天总后勤部的洪部长来看望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啊，首长好。老师好，这是学校教语文和数学的葛老师啊。葛老师好。首长好。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首长辛苦了。来，同学们起立，向洪爷爷问好。洪爷爷好。同学们好，孩子们好。来，都坐坐坐。你几岁了？我8岁了。啊，来，让爷爷看看你写的字。我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写得好。来，孩子，让爷爷看看。来，你几岁了？我7岁了。洪部长，这个学校办起来很难，只有3位老师，都是随军家属，还算是有点文化的。好啊。好，孩子们，跟爷爷再见。洪爷爷再见。好好学习啊，啊！再见，葛老师。再见。再见，首长再见。来，我们继续，把这篇作文再写一遍。葛老师啊，哎，你以前在家做什么的呀？我当售货员的。什么文化程度啊？小学毕业。
洪部长，其实我到部队来也没什么工作，部队呢就让我在学校带孩子们的语文和数学。实际上，我教课很吃力的。这位老师呢？我读了小学4年级，以前在县城里一个食堂管伙食账目。哦，那你在学校教什么科目啊？我教历史、地理和政治3门课，我也是边学边教孩子们的。哦，叶老师，你呢？我小学还没毕业呢，我是在地方上当幼儿园老师，在这里负责教音乐和绘画。你们3位军嫂老师，有的小学毕业了，有的小学还没毕业，让你们来教这些孩子，实在有些难为你们呐。首长，我儿子在这里念书，念了6年，本来该上初中的，可初中在100里外县城，县城里没有寄宿学校，13岁的孩子每天跑10几里的山路到县城里，很危险呐。我曾想跟我爱人说，还是转业回地方吧，不要耽误了孩子，又怕拖了他的后腿。孩子的教育千万不能马虎啊。对呀。你们有你们的难处，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但凡有一点办法，就不能让孩子们这么凑凑合合的上学。这个营房的设计，你们都研究过了？洪部长，我们研究过了。这样的靠着山建筑营房，建筑用料就地取材，很省钱的，工期也短。希望总部能尽快把专用的经费拨下来，款子一到就可以开工，最迟中秋节前后就可以住进新营房了。咱们今天呢，先不说营房怎么建，先谈谈小学校的事情。我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边远地区军队干部献了青春献子孙呐。今天呢，我亲自到这山沟来看了看，此话一点不虚啊。同志们，咱们可以为国献青春，但是最好不要献子孙啊，因为子孙是我们祖国的未来。营房都建在这山沟里，部队的生活也比较艰苦，家属就业难，孩子读书难，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我们干部的思想稳定。我想啊，从现在开始，部队再建营房，应该在符合战备的条件下，尽量向中小城镇靠拢，不再允许建设那种山散洞式的洋拉屎式的分散营房了。部队要再建营房，你就建那个砖木结构的砖瓦房，或者是集中力量建一些楼房，水电设施要一步到位。那当然好了，如果营房挨着镇子和挨着县城，家属就业，孩子上学，这些老大难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的。可是经费预算那就远远不够了。钱少可以依次规划，分期建设，不建则已，要建就建最好的。我们回去就研究，你们2炮是国家的战略部队，国家是不是安全，你们可是顶梁柱啊。像这样艰苦的山区，总后勤部可以另外追加营房预算。好，
那么咱们这老一套的设计方案，就算是作废了。啊，你们抓紧时间呢，物色地点，重新设计建筑蓝图，重新申报营房预算。是。可以放了。过去啊，也来过几次调查组，我这个本子上的问题啊，不知道汇报了多少次了。比如，部队吃水要从山底下挑，冬天坡陡路滑，时常有人连桶带人一起滚到了坡下。因为缺水，山上有的战士4年没有洗上澡。冬天冷了，这屋子里结冰，墙上挂满了霜。战士们睡觉得戴着棉帽子睡，下岗的战士们回来睡觉，冻得无法入睡，只好不睡。每一次调查组都说回去研究研究，结果一去不返，杳无音讯。这个刘春瑶说的是大实话呀，也是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一次再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了。首长好。你好啊。谢谢首长。首长好。辛苦了。首长好。辛苦了。首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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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首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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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你好。首长好。你好啊。你好啊，辛苦了。多大了？报告18。啊。洪部长，这就是你要找的刘春瑶。这个老营长3年前已调到团技术处当处长了，听说你要找他，刚赶到的。部长好。哎呀，刘春瑶同志啊，我是特意来看你的。谢谢首长。谢谢首长。3年前你汇报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解决了，全都解决了。好啊。好啊，房子盖得不错。以后我们海岛上的战士们再也不愁住了。是啊，首长，3年前，总后机关派人来海洋岛调查，我抖着胆子反映了一些问题。没想到，第2年一开春，好消息就传来了。总后机关下拨了33.7万元给我们建设新营房。当时全营官兵高兴的呀，像过大年似的。是吧？是啊，新营房建好之后，吃喝拉撒睡的条件大大改善了，极大的提高了驻守海岛的官兵训练备战的积极性。我代表全营指战员谢谢首长，谢谢总后领导机关。谢谢我？我应该谢谢你啊。谢我？是啊，当年你这个营长呢，敢讲真话，军委的领导都被你打动了。你的战士们应该感谢你啊！我要感谢我们的战士。他们为国家、为海防的安全，吃了不少的苦啊！我这个当部长的，有责任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舰上的厨房。
首长好。坐吧，坐。你们的伙食怎么样啊？报告首长，挺好的。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点。首长请。首长好。你们好。首长同志，西沙诸岛官兵集合完毕，请您指示。请稍息。稍息。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洪部长，您是第一位来西沙的军委首长，大家欢迎。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军委来看望大家的，还带着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来到我们西沙群岛。那边的营房是不是去年新建的？是的。这是什么树啊？这是羊角树。首长，走了一上午了，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好啊，快把椰子拿过来。首长，我要喝水。首长，给您水。这是我们从路上带来的饮用水。我想喝一口这岛上的水啊。首长，这岛上的水怕您喝不习惯呢。你们官兵们常年驻守在这个岛上，喝这些水就习惯了。我喝一口怎么就不习惯了？去拿去。哎，小乖啊，把你这水壶给我。首长。这水怎么这么涩呀？首长，这岛上的水就是这个味道。官兵们平时都是喝这个吗？是。首长，岛上主要喝储存的雨水，还有从海南岛运来的水。海南运来的水也是这种味道吗？是这样，运来的水放在铁罐子里面，时间一长，味道就变了。看来我们要尽快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啊！如果打起仗来怎么办？运输中断了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去解决一些大型的储水器，用来储存雨水啊。即便是储存了，也需要净化才能喝呀。那就不能光建储水器，还要引进一些先进的净水设备。我们的部队要想在这岛上站稳脚跟，必须要去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马上解决。是。维护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这个斗争必定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尖锐的。所以我们必须周密规划，未雨绸缪，要做好各种准备啊！南海8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啊，一旦打起来，必须要保证我们的控制权。所以啊，
中央军委决定，要在西沙建一个机场，并且是现代化的机场。这个机场的选址工作，我们还要仔细的勘察呀。做好方案，尽快的报上来。现在战士们住的营房已经多久了？有10来年了吧。运送给养的军舰是今天早晨来的吗？是的。补给船大概多长时间来一次？2周左右。如果补给船不能按时到达，同志们怎么办？靠岛上的储备。我们的机场啊，就准备建在那个位置上。把图纸拿过来。这张图纸啊，是整个机场的设计图。大体建在全岛的东边。东边的地势整体比较开阔，有利于跑道的修建。整个跑道的设计还不能离战士的营房太近，不然会影响同志们的休息啊。战士们的休息很重要。这个跑道的长度是不是安全啊？绝对安全的。还要考虑到大风的影响啊。考虑过了。油库和补给也要有一定的距离啊。好的。另外还要考虑到油库也要远离战士们的营房啊。放心吧，首长。1986年10月，洪学智率领中国军事后勤代表团访问美国。Mr. Hong,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洪部长，能请问你一件事吗？好，你请问吧。Okay, please. What school did you graduate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为什么能在朝鲜战场建立一条炸不垮、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我是你们美国空军学校毕业的。I've never heard of this academy before.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学校。我们的运输线啊，是你们的空军轰炸出来的吗？Well, Mr. Hong, 那 if you'd like to work here, 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呢。再说到这里来工作，你们还得给我发工资嘛？啊？Mr. Hong, 洪部长， you're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 你是 logistics 管军队 department. 后勤的部长。 I have a question. 我想请问一 Are 下 troops abroad after 我们驻外军队 encountering 常遇到一 logistical 些后勤方面的难题， problems, such as problems 比如 with their 带家属的问题。 families, transportation, 带上家属 and 了 troop movements. 不方便管理和部队行动， Otherwise, 不带呢 some people don't follow 又是一些人违反纪律， creating altercations 造成不好的 in the 影响。 outcome. 啊，这个事情好办。It's so easy. It's easy. 好办。你把你们驻海外的军队都撤回国内来，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Why don't you withdraw the troops back? How about it? 1988年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并在北京隆重举行上将军官授衔仪式，与1955年授衔相隔33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2次被授予同一官阶军衔，
不仅在我军，而且在全世界的著名将领中，也是绝无仅有的。1990年3月，洪学智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7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1993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8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就是小哑巴开的酒店吗？就是这个。老高啊，你这个酒店也太大了吧！我跟小哑巴说，不让他告诉你们这字儿是我写的。你们现在猜这几个字儿是谁写的？那还用说吗？这几个字是你写的。你们请。哎，小哑巴，你快来啊！家来且了，你看看。小哑巴，你都长这么大了。哎，请，来，你们请，你看这好不好？看看咱这休闲度假大酒店啊，这我起的名儿。洪司令，你认识这酒吗？这是什么酒啊？大别山的酒啊！对，好酒啊！哎，看看大别山的酒。哎呀，这酒好啊！这不是吗？你呀，是咱们金宝屯的大贵人。听说呀，你要陪几位贵人大驾光临。这小哑巴乐的是骑着摩托车就奔来县城，买回来这个大别山的酒。好酒啊！来，咱们干上一杯，欢迎各位大驾光临。来，干一杯！来，干杯！干！好酒吧？这是小哑巴的媳妇吗？那会儿你洪司令离开金宝屯的时候就说啊，让我们好好的照顾这个小哑巴，要给他娶媳妇儿。这个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我们就给他开了这个大酒店。这生意一好啊，媳妇就上门了，这叫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哎呀，好啊！这是小哑巴的儿子吗？是啊，这是小哑巴的儿子。快来，给爷爷抱抱。爷爷抱抱。哎呦，好，你看啊，这小伙子啊。小哑巴说话我能听懂。哎，宝贝，来，叫爷爷，叫爷爷。叫爷爷，孩子，叫爷爷，叫啊，叫爷爷，快叫爷爷！孩子。叫爷爷，叫爷爷，快叫爷爷呀！爷爷，
啊！哎呦！多好的孩子啊！来吧，为我们子孙后代干杯！来，干杯！干杯！好。你说什么？根据上级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不能随便外出，不能佩戴红军的标志。把头抬起来！哎呀，是我呀，我是伏斌啊。伏斌，伏组长。想当年，在延安窑洞，我奉上级的命令，摘去了你的五角星和红翎章。40年后，我受中央军委委托，给你发新军装，给你啊戴五角星，戴红翎章。你说说，以后有什么打算？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部下，我跟着洪主任一起干革命。好。哎呀，赶民呐！老首长，我们又见面了。我给你带个人来，以后他就在你们这个豆腐房跟你们一块打豆腐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带着他打豆腐。老洪头啊，高连长，哎，连长，有事啊？这个养猪的事儿啊，我可就听你的主意了啊！连长，你就放心吧啊！洪学智同志在我们加工连，爱护知识青年。工作积极肯干，吃苦在前。应该说，菜种得好，猪喂得好，粮食扛得好，晒得好，面粉你磨得好。你到了金宝屯儿，他们让我们把你当成三反分子来对待，可我们没这么做。知识青年们把你当成他们的老师，当成他们的亲人。我高连长在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我们的好部长洪司令。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大别山啊。老伴儿，你想什么呢？我在想啊，从金寨走出的红军将士1000个人，才活下来1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这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上，起码要担上1000个人的愿望和使命。每次回来啊，我都会面对他们的灵魂，回想一下自己这辈子走过的路，仰头面对青天，低头面对英灵，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还算是问心无愧了。老伴儿，我死了以后啊，就把我的骨灰安放在家乡，我要跟金寨的烈士们永远在一起。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别说这些话。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啊，谁也回避不了。70年前，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今天我还能囫囵个地回到这里，跟乡亲们团聚，知足了。知足了。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安徽金寨的烈士陵园。洪学智，两英上将，国之勋臣，出生于双河农家，从容于商南起义，显赫于南征北战，扬威于抗美援朝，彪炳于现代后勤奠基，辉煌于
改革开放创新，坚威履善谋略，曲折愈显忠贞，勇武而见儒雅，刚直而怀柔肠，权重坚守本色，位高心在百姓，魂归故里，情系乡亲，丧子立碑，永照后人。